小姐带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他！你们答应过留我一命的。又是这样，梦里的事情真的只是梦吗？年轻人名叫江平安，从蓝星穿越到这方世界，刚刚好2年半。那一天，他因为意外被泥培车撞倒，一命呜呼，顺理成章地穿越了。穿越之后，江平安平平无奇，修行资质极差。唯一奇怪的是，他每天都会做梦，梦里总是重复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，甚至每次的女主都不一样。梦中的他与那些女子情投意合，生儿育女，但他每次都会因为各种意外死去。无论他在梦里怎么努力，吃多少延寿丹药，都活不过100岁，似乎100年便已是极限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死后，他的那些妻子们，有的头上长龙角，有的背后现出狐狸尾巴，有的浑身魔气，好像他们都有着不同身份一样。又是一个春梦。贼老天，都是穿越者，我的金手指呢？做梦算什么特么的金手指？梦就是梦，再真实有什么用？难不成还能化为现实？唉，又要开始营业了，希望今天能够有所收获吧。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若从此路，我操！哟，这荒山野岭的还有小帅哥山贼啊！自从入了冰云仙宫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冰云仙宫之人，那眼前这位白衣女子，毫无疑问，绝对是冰云仙宫这一代的圣女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这白衣女子年纪轻轻，修为竟已到了元神境巅峰，绝对是云州年轻一代第一美人，冰云仙宫圣女韩灵儿。我怎么偏偏招惹到了她的头上？奇怪，这韩灵儿的容貌怎么有些熟悉？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到底在哪里见过？这人怎么长得那么像我们韩家的老祖宗？虽然祖祠里的画像是白发苍苍、满脸胡须的老者，但这骨相和轮廓与眼前的年轻人几乎一模一样。这恍惚间，简直就是老祖宗年轻时的翻版。应该只是巧合罢了。老祖宗当年可是老祖奶奶亲自下官送葬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私生子？唉，韩家800年来一脉单传，到了我这一辈，只剩我一个女子。老祖奶奶为了韩家香火，下了死命令，广发请帖召集云州天君，非要给我招个入赘的夫婿。可我此生只想得正大道，怎能困于相夫教子？等等，这人相貌与老祖宗如此神似，以老祖奶奶对老祖宗的痴情，爱屋及乌，这小子定能轻松过关。更何况他修为低微，看起来毫无背景，极好控制。如果再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，简直是做赘婿的绝佳苗子。拿他当挡箭牌应付老祖奶奶，我就可以放心修行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对我动脚。若是老祖奶奶真不同意，大不了我就说已经和他有了夫妻之实，或者直接假装怀了他的孩子，至少又能拖延个几年，完美。
这位道友，你也不想打劫这种没前途的事情传出去吧？这不符合大师姐的作风啊！这种练气期的废物，平时不应该一剑捅死吗？这剧情发展怎么有点不对劲？这句台词怎么听着像我该说的？我要你假装成我的道侣，入赘我们韩家。此事我便不再追究。入赘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能做这等事？原则上绝对不行。不过这似乎不亏啊，简直血赚。就是不知道这假装到底到什么程度。拉手、拥抱，还是更深入的交流？师姐，这等引气境的废物根本没资格站在你身边。师姐，只要你高呼一声，整个云州的青年才俊都会抢着做上门女婿。好了，此事休要再谈。至于他，我还有大用。你们记住，他就是我韩灵儿选中的赘婿。只要命保住了，别的都是小事。不过让我堂堂七尺男儿入赘，多少有点伤自尊。不行，不能白白吃亏。韩仙子，假如我顺利入赘韩家了，往后我们是不是该按夫妻名分同住一屋了？要不要我先按韩家的规矩，把起居习惯都改了？要知道我可是有洁癖的。万一你仗着入赘的名分，硬要逼我进夫妻戏份，要生孩子怎么办？我可是个没成过家的清白小伙。我倒不是很介意，但是得加钱。看着他那张绝美的脸，颜值即正义，长这么好看，应该不会随意欺凌弱小，滥杀无辜吧？世间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辈？整个云州的天之骄子，求着跟师姐站在一起都不能。这废物不仅想生孩子，还敢要钱！哼，要不是你与我韩家老祖宗长相有着几分相似，更容易通过老祖奶奶那关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你以为这等好事轮得到你？竟然还想生孩？生孩子似乎也不是不可以。老祖奶奶最在乎的，并非我有没有道侣，而是韩家能不能诞生子嗣，传承香火。若真能生个孩子，一劳永逸，我便可抛弃一切凡俗牵挂，安心追求大道。生孩子倒是也可以，但是以防孩子长大会问为什么不随爹姓，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，你得吃点亏。你随孩子姓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入赘就算了，还要我随孩子姓，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你先别激动，吃亏的不止你一个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爸也得改姓，你爷爷也得改。族谱倒是不用改了，因为你直接入我们家的族谱。这特他妈入个赘，还得打上一整个户口本，这活儿老子不接了！哈哈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入赘，连自己的姓都保不住，我以后拿什么脸去见列祖列宗？女侠，动手吧，我怕疼，给个痛快。别墨迹了，来吧！千万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。好吧，改姓之事以后再议。
只要你能通过眼前这一关，把我老祖奶奶哄高兴了，修行资源什么的，一切都好说。仙子请放心，哄老奶奶开心是我最拿手的绝活。我以前在江湖上的外号，人称中老年妇女之友。我老祖奶奶可不是什么中老年妇女，她驻颜有术，是风华绝代的大美人，也是他们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云州第一美人。大美女啊，怎么跟超大龄大美女相处？这可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。这活儿着实有点难度。走吧，耽误这么久，该出发了。韩仙子，打个商量，不知道您刚才答应的修行资源，比如灵晶什么的，能不能提前预付一下？就当做聘礼吧。修行讲究才履法地，才排第一，好不容易碰到个女富婆重金求子，自然是能多捞点就多捞点，自身强大才是真理。什么？聘礼？你一个上门赘婿还想要聘礼？你听听这叫什么话？我出卖的可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身体，要点聘礼怎么了？况且那能叫聘礼吗？呸！那是对我生孩，呸！是对我尊严的补偿。我要的是仪式感，是被重视、被关注、被爱的感觉。聘礼越重，越能说明韩家的地位，越能体现韩家对传承的重视。韩家的传承，那可是韩家的根本。那你想要什么呢？随便来点圣级、地级丹药，几万枚仙晶就行。不过呢，自己伸手要的糖，不如别人主动给的甜。真是得寸进尺。韩师姐不追究你偷看我们也就罢了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罢了，好男不跟女斗。有朝一日，待我成为可以随意接的存在，我定让你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好了，别吓唬他了，走吧。一路上我会简单介绍下韩家的情况，放心，只要能够度过这关，各类修行资源少不了你的。公主，算算时间，圣女应该快回到韩家了。圣女殿下可是最有希望继承您衣钵的人啊！您当真就任由韩家逼迫圣女殿下嫁人生子？只要您开口说一声，想必韩家也会卖您一个面子吧？你不懂，我对韩家的事情也略有耳闻。我若是韩家那位老祖奶奶，也会如此，眼睁睁地看着最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。唯一能为他做的，也许只有让他的传承薪火永世不灭，让他在长眠之间得以安息。人有生死3000疾，唯有相思不可抑。小看天色，暮看云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公主，可我认为整个云州年轻一辈，根本没人能够配得上圣女。好了，下去吧。我想静静。遵总主令。我可怜的女儿，天机子曾说你的一线生机应在云州，可这都20年过去了，为何迟迟没能等来转机？夫君，对不起。
我没能保护好你，如今连你唯一的血脉都要保不住了。若是能够救我们的女儿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，哪怕永堕深渊，永世沉沦。还有，夫君，我想你了。老祖奶奶不仅有着倾世仙眠，身材更是完美，也不知道有什么人能够配得上她。也许只有那早逝去的韩家老祖宗吧。听说老祖宗虽然修为低微，却是个全才，是韩家永世长存的精神象征。老祖宗留下了无数瑰宝秘藏，凿壁偷光、砸缸、让梨、三千、卧冰求鲤、悬梁刺股、闻鸡起舞、铁杵磨成针，无一不彰显着老祖宗的智慧，时时刻刻激励着后世子孙。老祖奶奶，老祖宗可真是奇才，也就老祖宗能够想得出来了。还有这充满着诱惑的黑丝、高跟鞋什么的，您穿上之后，真是让人目眩神迷，挪不开眼睛呢。是啊，可惜，自从他失去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够让我穿上这黑丝了。老祖奶奶，灵儿小姐回来了。哼，这个不孝子孙真是翅膀硬了。他再不回来，我就准备亲自去冰云仙宫走一趟了。来人，让灵儿马上来见我。这一次务必选出一个郎君。这几年，不，今年就要诞下子嗣。老祖奶奶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在乎老祖宗的香火传承了。在这一点上，谁也不能违抗，哪怕是他最疼爱的灵儿小姐。可惜了，灵儿小姐，这次恐怕只能稀里糊涂的找个人招赘了。毕竟那些顶尖势力的核心天骄是不可能入赘的。老祖奶奶，灵儿小姐她带回来什么？带回来一个姑爷。什么？灵儿，她肚子大了没？老祖奶奶关注的点永远是这么与众不同。这个，没有。唉，去，让灵儿前来见我，顺便让那个所谓的姑爷一起前来，我给长长眼。哼，虽然是入赘，但我韩家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入的。况且我从来没听过灵儿忠诚过任何男子，这次怕不是随便找了个挡箭牌来糊弄我吧？哼，不过若真是郎情妾意，倒也算是皆大欢喜，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。去，布置一间喜庆一点的房间。若是通过了我的考验，今天晚上就让灵儿与其洞房，尽快延续我韩家香火。遵老祖奶奶令。夫君，我知道你对香火传承的执念，毕竟那些年你什么也不关心，只知道宠幸我。可婉儿让你失望了，几十年也只是为你生下了一个孩子而已。现在只要我还在一天，韩家香火不断。夫君，我想你了。这韩家也太豪横了吧！不愧是云州10大家族之一，虽然只是吊车尾，但也足以让我这个引气境的土包子叹为观止。细细想来，还假装啥呀？特他妈的假戏真做，直接入赘得了。当个混吃等死的姑爷，
总比自己现在苟且偷生强。目前唯一的坎儿，就是如何讨得韩家那位老祖奶奶的欢心了。把如何让富婆爱上你，论吃软饭的18话术，请之怒哀乐，中老年妇女的福音，众暗祖之火都在脑海中过几遍。拼了，只能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了。你在这里待着，顺便换身衣服，打扮打扮。我先去禀报下老祖奶奶，再带你前去觐见。有什么事可以安排小桃红去做。孙小姐令。那个小桃红是吧？我有点饿了，有没有饭菜？我先对付吃2口。刚用过早膳，不过姑爷想吃的话，再做一份便是，只是需要点时间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先给我来壶茶水，充充饥吧。嘿，流氓！别人饭前饭后洗手，你倒好，还特么挺爱干净。我说错什么了？这小丫头片子什么反应？98度，温度刚好，自己冲。灵儿，你真的回来了？叶寒雪，你怎么会在我韩家？这不是韩家公告说这几天要为你招一如意郎君入赘吗？我对你的心天地可见，岂会任由你稀里糊涂的嫁给别人？所以早早便来了。这些天一直住在韩家客房里。叶寒雪，云州第3家族叶家的嫡长子，原以为假装个赘婿捞点好处就行，这怎么上来就是地狱难度？堂堂叶家嫡长子也来抢赘婿名额？你们叶家会允许你入赘？当然，我已经说服了长辈们，此生唯你不娶。灵儿，我对你的爱坚定不移。不要叫我灵儿，我们不熟，而且我已经有了未婚夫了。我这是被绿了，头顶简直是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。尹气境的废物，他妈的，尹气境就尹气境，加个废物后缀是什么意思？吃你家大米了？你个废物，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！把你那肮脏下流的胳膊从灵儿的手上拿开，否则你会知道后果的！靠，烂命一条狗了2年半，好不容易攀上高枝，还怕你这只舔狗？狗眼看人低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，莫欺中年穷，莫欺老年穷。死者为大，盗墓者的眼泪，是吧？果然废物只会逞口舌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我跟你没完！大言不惭，还跟我没完？你给他了。那你给的多吗？哼。韩灵儿，你是我的，你只能是我的。狗男女！我为了你甘愿入赘，你竟然委身一个废物！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若不是忌惮冰云仙宫，你以为我会如此？快了，快了！到时候不仅是你，就连你那风华绝代的老祖奶奶。
没想到一转眼，当初那个黏在我身边的小姑娘，也有了意中人了。时光飞逝，老喽。是啊，不过此事事关重大。灵儿纵然有妖孽之姿，但终究年轻，在感情一道上涉猎较浅，还需要我们这些老一辈的给长长眼。待会儿一定要给那个臭小子一个下马威！竟然不声不响的就把我的宝贝闺女给拿下了，可恶！怎么可能？这个年轻人的相貌和祖祠中老祖宗的画像也太像了。是他吗？韩立。眼前这男子与夫君年轻时一模一样，连走路姿势和下微的小动作都丝毫不差。只是夫君霸道无畏，他却显得有些小心翼翼，感觉有点狗。可夫君早就逝去了，为什么我的心还会跳个不停？我操，这怎么跟梦中的那位仙子长得一模一样？型号对得上，连脖颈下的那颗美人痣都在。南宫婉儿，韩家，老祖宗叫韩立，对上了。我做梦时狐臭的名字就是韩立，难道我的金手指是梦想照进现实？乖乖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岂不是成了韩家老祖宗？老祖宗成了自己家族子孙的赘婿，这关系也太乱了。不孝子孙韩灵儿，给老祖奶奶请安了。这位便是我的道侣江平安，我们一见钟情，愿此生白头偕老，共度余生，望老祖奶奶成全。你发什么呆？还不快给老祖奶奶跪下请安！哼，没有礼貌的小家伙，见了老祖奶奶还有这么多长辈，还不跪下请安？这实在是跪不下呀！要是猜想没错，以前经常下跪的可是你们的老祖奶奶。况且若真跪下了，你们这帮不孝子孙也不怕折寿。现在就看南宫婉儿认不认我这个夫君了。万一认错，就等同于送死；但要是认了，我以后岂不是想干嘛干嘛？我与江郎私定终身，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，望老祖奶奶成全。我操！小丫头片子可别乱说啊！大概率你这是欺师灭祖啊！说好的见机行事呢？咋一上来直接扔大招自爆啊？什么？啊！我要杀了你这个臭小子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我跟他没什么的，纯属误会啊！是他，这是他的声音。可是刚才灵儿在说什么？怀了他的孩子。韩立，老祖奶奶，您怎么了？八长老，你精通岐黄之术，可看出老祖奶奶为何晕倒？你们也知道，老祖奶奶思念成疾，精神状态一直不好。
如今可能听到灵儿未婚先孕，气急攻心之下，才导致旧疾复发。唉，奇怪，灵儿虽然未婚先孕有被加封，但老祖奶奶最看重香火传承，按理来说应该高兴才对，怎么可能气火攻心？快，巧儿、秋香，你们两位将老祖奶奶扶到房间里休息，一切等老祖奶奶醒来之后再行定夺。你说，怀孕一事是真是假？还有江平安，关于灵儿的事情，你是否应该给韩某一个交代？婉儿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？还有这梦境化作现实的事，一切只能等婉儿醒来才能弄清楚。好，很好！今天要不让你跪3个时辰，我特么跟你姓！老祖奶奶，您醒了，您感觉身体怎么样啊？巧儿留下，其他人都出去，我想静静。好的，老祖奶奶，您保重，千万别被小辈们气坏了身体。我们这就出去。哪怕过去了几百年，和夫君在一起的日子还是那么清晰。可是当年，任何驻颜、延寿之药对夫君都毫无效果，仿佛受了神秘诅咒一般。难道夫君的身上真的有什么秘密？难道他回来了？老祖奶奶，您怎么了？走，去禁地。坏了，老祖宗的遗体被偷了，这可是老祖奶奶唯一的念想，加上之前的刺激，老祖奶奶怕是承受不住这个打击。竟然是真的，这古关的阵法是我亲手所布，符文是我亲自铭刻，想要无声无息地偷走尸身，即使是顶尖强者也做不到，更何况谁会来偷一具尸体？真相只有一个，他就是夫君。我的心不会骗人，几百年了，他的一切都刻在我的灵魂深处。原来心跳比我先认出了你，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秘密，你都是我的夫君。老祖奶奶，你要挺住啊！老祖宗的尸身虽然不见了，但他的精神一直活在我们心中。您想想，还有那么多的韩家子孙陪着您，您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我没事，我比任何时候感觉都好。走，再去大殿，我有些迫不及待了呢。完了，老祖奶奶疯了。按理说应该伤心欲绝才对，怎么感觉有点像枯木逢春？韩家要完了！你刚才为什么要说是误会啊？事已至此，
我们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。一口咬定我们情比金坚，郎情妾意。做个赘婿，哪有直接一步到位少走800年弯路香啊？反了，韩家赘婿要反了！还有灵儿，这种事儿能随便开玩笑吗？韩家香火传承可是大事，岂能随口乱说？臭小子，我是看在灵儿的面子上没有对你动手，自觉点儿，自己跪下，跪到老祖奶奶原谅为止。若是老祖奶奶被气得有个3长2短，我诛你9族！今日你跪也得跪，不跪也得跪。什么人？老祖奶奶，您为何打我？来了！幸福的生活朝我走来了。怪不得医生说我胃不好，原来我就适合吃软饭。这种炙热的眼神，那股含情脉脉，虽然梦里的细节模糊了，但这感觉绝对错不了。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明明已经确定是他了，怎么鬼使神差问了这句？也许还是患得患失，怕这是一场梦吧。这是只有夫君和我才知道的秘密，没人能答对。奇变偶不变。符号看相界。宫廷玉液酒180一杯。赛波婆台上起狼烟。林妹妹七擒汉山王。小风铃叮呀叮幽地响。此间的风光呀真清朗。篮球。鸡。是他，绝对是他，连这么隐私的事情都知道。啊！这个赘婿和老祖奶奶在对什么暗号？听不懂啊，怎么感觉像老乡见老乡？可老祖奶奶是云州本地人啊！天哪，老祖奶奶竟然娇羞了，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。这小子有福了，从赘婿摇身一变，直接少走几百年弯路啊！可是为什么呢？那么多大能剧情，老祖奶奶都看不上，难道就因为他长得像老祖宗？你们全都给我出去！遵命。唉，这帮老头子仗着是长辈，得罪人的事儿全推给我，不就是怕孤男寡女传出去不好听吗？唉，老祖奶奶，这小子和灵儿造的孽，就由我这个当爹的处理就行，用不着您老人家亲自教训。滚！好嘞！
夫君，是你吗？如果这是梦，我愿意永遁梦境，不再醒来。那个被我亲手下葬的垂暮老者，竟然奇迹般的变回了少年的模样。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你依然是当初那个少女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如此亘古不移的眷恋。对我而言，只是睡了一觉，做了个荒唐的梦，可对他来说，却是真真切切的百年夫妻，以及之后几百年的苦苦思念啊！婉儿，是我，婉儿，是我，我的娘子。原来我早就是人夫了。丽丽，这程度太破坏气氛了。不过这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考验啊？虽然梦里的细节记不清了，但现实中我可是第一次接触这等级别的绝世大美人。死鬼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般没有自制力。看来我对夫君的吸引力依然不减当年。夫君，你累了吗？要不让妾身服侍你休息？不，吓死我了！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迁就我。这里可是议事大殿啊，更何况我们之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说清楚。夫君这次归来，怎么感觉有些变了？以往只要两个人独处，他总是那般急躁。不过我不在乎，他是我朝思暮想、魂牵梦绕的夫君，这一点无比确定。而且比起从前，我其实更喜欢现在这样彬彬有礼、犹豫的夫君。禽兽啊！我以前真是禽兽不如。那时候我以为只是在做梦，得到他之后，仗着他对我的痴情和逆来顺受的性格，肆意妄为，甚至提出了很多自私任性的要求。一眼就能看出，婉儿是那种传统之极的好女人，是一旦爱上便一心一意、死心塌地的女子。哪怕我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她依旧会生着闷气做好饭，三更半夜等我回家。这样的好女子，我以后绝对要好好爱护。我发誓，这辈子一定要好好补偿她。婉儿，你就不问我为何会死而复生，而且恢复到年轻时候吗？我不在乎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你有你的秘密，我有我的想法。我只知道，你是你，是我的夫君，这就足够了。短短的一句话，比世间任何深情告白都更加真挚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对不起，婉儿，有些事情我现在不好解释，但给我点时间，以后我会毫不保留地告诉你一切。等等，如果这一次梦境成真，那其他的梦境不会也他妈是真的吧？天哪！以后要是梦里的那些红颜知己碰在一起，那画面该何等炸裂！更何况他们性格各异，有的脾气火爆至极，不会直接拔剑把我给劈了吧？婉儿，那个，我说如果我身边还有别的女人，你会不会介意？太好了，夫君，我终于有姐妹了吗？夫君，你终于知道心疼我了。要知道先前我就劝过你多纳几番妾，可你始终看不上我挑选的人，
唉，夫君，你平日里事务繁重，起居又需要人细心照料，妾身一人有时实在力不从心呀。若是多几个姐妹帮我分担照顾你，那真是极好的。啊，这有点不太现实了吧？不会还在做梦吧？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善解人意的完美妻子？娘子，余生请指教。夫君真的回来了。以前总以为他沉溺女色是因为无法修行，郁结于心，我只能尽力满足他，减轻他的痛楚。纵然这800年来我披荆斩棘，创立了位列云州10大家族的韩家，可我最初的心愿，仅仅是想当他安静的小娇妻，相夫教子啊。这不是做梦。什么叫做善解人意？什么叫做通情达理？这简直就是啊！你们说老祖奶奶会如何惩罚那个臭小子？竟然想扶贫子贵，让灵儿撒谎说怀了他的孩子，这实在太不像话了。以老祖奶奶平日里雷厉风行的作风，怕是一巴掌就能拍死这臭小子。不见得，再怎么说这小子也是灵儿带来的。除了香火传承一事外，老祖奶奶最疼灵儿了，想必也不会过于为难他，顶多也是进行一番严厉的考验。但以这小子的资质修为，若真与灵儿结合，实在是拉低了我韩家的档次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毕竟这臭小子长得和老祖宗有几分相似，爱屋及乌之下，老祖奶奶应该不会责罚过重。咦，你们都说要考验责罚，可为什么我心头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哼，你他妈天天辟谷只吃灵果，当然不祥。现在要是再来一个修为低下、光吃白饭的小白脸儿，咱们韩家以后还发不发展了？江平安怎么没按计划行事？希望能平安通过老祖奶奶的考验吧。快看，老祖奶奶走过去了！咦，这是走吗？我怎么感觉像是扑了过去？老十五，注意措辞！老祖奶奶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不雅之事？我也觉得老祖奶奶好像被这个臭小子抱在怀里了。哼，那是光线角度的问题，站在一起产生的视觉或差而已，绝无你说的那种可能。快看，老祖奶奶抬起手了。呵呵，我就说嘛，老祖奶奶肯定生气了，这是抬手扇这臭小子耳光呢。
可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扇耳光，更像是老祖奶奶在抚摸着那臭小子的脸颊。你个兔崽子！再诋毁老祖奶奶，信不信我家法伺候？我看你当了家主，飘了是吧？家法也是我这个家主执行啊。立家规的时候就说了，一旦入了长老堂，就以长老相称，一切听从当代家主调遣。你们从来不听我的也就罢了，还经常倚老卖老，打我，还敢顶嘴！宝宝心里苦，但宝宝不能说。别的家族家主权力无限大，再不济也有庞贝可以指使。可我们韩家呢，一脉单传，长老堂里全他妈是我的直系祖宗。我堂堂云州10大家族家主，除了指挥管家执事干干杂活，就是给他们背黑锅，也忒他妈憋屈了。快看，两个人的嘴要亲上了。不可能！绝不可能！亲你老祖宗个头啊！老13，你怎么和凌天这个兔崽子一样，开始胡说八道了？若是毁了老祖奶奶的清誉，我绝不轻饶。还有，说了多少遍了，这只是角度问题。老祖奶奶能是抢后辈子孙男人的人吗？可是老祖奶奶这仰头拥吻，一脸享受的样子，老夫从未见过老祖奶奶如此，作何解释？我操！不好！江平安可是我选定的夫婿，即将入赘我们韩家呀！老祖奶奶这是在干什么？在抢后辈的男人？可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！胆大包天的臭小子！老祖奶奶看上你，你乖乖躺着享受就行，竟然还敢主动伸手亵渎，找死！这帮不肖子孙竟然打断我与夫君重逢的一刻，看来平日里我对他们还是太宽容了。今日若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哼，全给我发配去挖矿！回老祖奶奶呀，这不关我事儿啊，都是八长老他们。咦，人呢？下手也忒狠了吧！老祖奶奶这是为爱痴狂，彻底失了智啊！完了，他肯定是思念成疾，神志不清，把这个臭小子当成老祖宗了。韩非，你们统统给我滚过来！老祖奶奶，我们住口！跪下，给老祖宗磕头！给老祖宗磕头！
老祖宗坟头草都不知道多高了，现在也不是祭奠的时候啊！等等，他是让我们给眼前这个小白脸下跪磕头，这怎么能行？他只是一个长得有点像老祖宗的赘婿而已。老祖奶奶呢？老祖奶奶呢？你醒醒吧！老祖宗早就不在了呀！您睁开眼睛看看，眼前这位小白脸只是长得有些像而已，怎么可能是老祖宗啊？是啊，您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九泉之下的老祖宗考虑，为韩家的名声考虑啊！名声？你们还知道名声？韩家的名声都让你们给败坏了，动不动就眉头一皱，退至众人身后，遇到危险跑得比谁都快。知道外面怎么称呼韩家吗？老六家族！想我夫君当初一介凡人都无惧生死，气盖山河，怎么生下你们这一群老六？好在这老六基因传男不传女，灵儿就没遗传那些坏毛病。当初我潜意识以为是在做梦，这才表现得无惧生死。其实我还是比较惜命的。这么看来，这群老家伙倒是完美遗传了我的性格。婉儿，算了，别打了。童言无忌，他们只是个孩子啊。只是个孩子？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白脸，管我们一群老头子叫孩子？这是真把自己当老祖宗了！而且这小子分明是在拱火，以老祖奶奶的脾气，听了这话，怕不是要打死我们。听夫君的。完了，老祖奶奶彻底沦陷了。若再不阻止，怕是等会儿这大白天就要让我韩家受奇耻大辱了。老祖奶奶，您千万不要被蒙蔽了，此事还有很多疑点，我们需要从长计议呀。哼，蒙蔽？韩非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老眼昏花，认错人了？告诉你，纵然已经过去了800年，纵然我失去视觉、听觉，我的心也绝不会认错。去，把韩梅梅和韩蕾蕾叫来。老祖奶奶，大长老和二长老他们寿命无多，此刻正在闭关寻求突破境界，贸然叫他们出关，怕是……怕什么？闭关这么久了都没突破，恐怕也没机会了。还不如趁着现在出来孝敬孝敬，见他们父亲和爷爷最后一面。更何况老死就老死了，夫君还在，我还年轻，还能生。为大长老和二长老默哀，他们曾经可是老祖奶奶最疼爱的崽呀。如今老祖奶奶眼里只有老祖宗，根本没有其他人的位置了。还不快去！这就去，这就去。对了，通知下去，1刻钟后，所有韩家子弟在大殿集合。遵命。老爸，你说咱们真要去叫醒大长老和二长老？叫，当然要叫。大长老和二长老是唯一见过老祖宗的人，只有他们才能揭穿这场骗局，让老祖奶奶认清现实。对是对，可是你也知道大长老和二长老的脾气，他们对外唯唯诺诺，苟得一批，对内可是重拳出击呀。若是咱们直接去叫醒他们，我怕会惨遭暴打。去把刚才飞走的家主韩凌天找来，
让他去叫醒大长老和二长老。老八，妙啊！凌天他皮实抗揍，由他去再合适不过了。对对对，咱们这也是为了凌天好，让他多和大长老、二长老亲近亲近嘛。等他回来，咱们再好好教导他。八长老果然好手段，恭喜了。这一定是在做梦，太不真实了！我的道心都要崩塌了。明明是我自己下山选中的道侣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我老祖宗了？灵儿，你没事吧？老祖奶奶，我没事。以后我们就以姐妹相称。事已至此，也别无他法。况且血脉已经隔了18代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啊，姐妹！坏了，刚才灵儿喊怀了我的孩子时，婉儿直接晕过去了，根本没听到后面的解释，这误会大了。我再禽兽也不可能对自己的直系子孙下手啊！婉儿居然连这种丧尽天良的事都能迁就我。没有，老祖奶奶，您误会了，我跟老祖宗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刚才说怀孕都是假的，她只是我临时找的挡箭牌。老祖奶奶，如今老祖宗归来，那我招赘婿一事还要继续吗？我跟你老祖宗尚在，用得着你来传承香火？刚才就说了，我还能生。夫君，灵儿她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岂会是那等禽兽之人？哦，韩家人丁稀少，我肚子又不争气，若是能给夫君纳个妾也好。既然没有纳妾，那今后我就必须加倍努力了。家人虽好，可婉儿现在的修为深不可测，我这凡夫俗体怕是不胜妖力啊！再者说，凭我现在的资质，这辈子怕是连隐气境都突破不了，终究难以长久陪伴在他左右。丁，检测到华夏好男儿血脉，缺德地图导航结束。诸天万界逆风快递为您配送的系统外挂已送达，请宿主签收。麻烦给个5星好评，亲。我靠，这是系统！整2年半啊！2年半的修行生涯，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？外挂终于到账了，以后老子终于可以尽情的解了，解！警告：检测到宿主笑声过于反派，正在核实是否送错目标。这看着不像个好人呐。姐，还想要5星好评？你是不是超时了？你也不想你超时的事情被你们系统圈知道吧？宿主请消气，近来系统圈有点乱，不仅出了几个系统悍匪，还有系统给我们局长戴了几顶绿帽子。而且身为华夏好男儿，您应该知道，最近穿越人士太多，异世界都快没本地人了，所以逆风快递太过繁忙，晚了一点也实属正常。等等，不对啊！我操！我跟你解释个鸡毛啊！快递圈的事情关我屁事，更何况超时的事情，系统圈知道又如何？你除了隔空吐我一口唾沫，还能干嘛？咦，这系统不吃 PUA 大法，脾气还挺有个性。算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，这点气我受。童子哥，那个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你能不能介绍下你的功能啊？对了，最好先来个新手大礼包，什么开局无敌大帝之类的。
修行好苦的啊。本系统全称手刃爱人系统，每刀一个媳妇，境界自动上升一层。手刃。这么美的娘子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呸呸呸！江平安，你真该死！怎么能有这种可怕的想法？这可是对我一心一意的挚爱啊！李家，呸！发布任务：击杀爱人，任务奖励未知，任务惩罚。不可能！就算不要这破系统，就算明天就嘎，我也绝不可能伤害他。童啊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是你先开玩笑的。不是真的就好，吓死宝宝了。不过，真的没有开局大礼包？没有。我都开挂了，就不能一步到位？呵呵，宿主别抱有异想天开的想法了。我们系统圈有自己的规则。我们虽然是辅助系统，以宿主为尊，但一切奖励都要依法可循。哦，那个小桶啊，刚才你的口气狂得很啊，我身为宿主，很不乐意听。来，叫声主人听听。主啊！刚才还唯唯诺诺，听到没有大礼包，转眼就川剧变脸，也太现实了吧！从筒子哥变成小桶了，鼠子不足羽毛。丁，本系统为多子多福系统，宿主每诞下一个子孙后代，都会有不同的奖励，子嗣越多，奖励越丰厚，请宿主多多努力，为诸天万界示威的生育率贡献一份力量。丁，现在开始查询宿主的情况。宿主目前存在子嗣。丁，经查询，宿主目前存在子孙后代1、2、985亿4200万。我操！丁，存在错误，系统自动重启，重启成功，正在重新查询。经查询，宿主目前存在子孙后代985亿4300万。我尼玛，什么情况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丁，检测到宿主的子孙后代情况，开始发放奖励，奖励发放中，发放中。警告。奖励太过逆天，系统管理局无法承受。紧急程序启动中，更换系统中。系统，你怎么了？不要玩我啊！宕机了。不要啊！不要！大家都别玩了，给我炸！我操！什么情况？系统炸了！我的无敌之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。咦？啊，不对，这是什么？难道是新系统？刚传送过来就被炸得只剩核心驱动了。
生空间，这玩意儿连个语音播报都没有，该怎么用？咦，不科学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无道不孤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若不是这次意外，连我都无法察觉到你的存在，不愧是有趣。尽快强大起来吧，那样我们才有把握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想起了寿命问题。夫君，当初我没能力获取高等级的丹药，没法让你延寿。后来我修为大成，前往中土神州，才求得这枚7品延寿丹。本想用来祭奠你，或者等韩梅梅等人油尽灯枯之时给他们服用，没想到你快吃了这枚丹药，试试有没有效果。不用，不用，这给我吃纯属浪费，还是留给子孙用吧。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，这等延寿丹药对我根本无用。等等，长生空间在渴望它，那股渴望简直如饥似渴，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。难道这长生空间的功能是吞噬灵丹来提升修为？我的无敌之路终于要开启了！好，没了，毫无反应。我靠，这他妈是电信诈骗吧？夫君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婉儿，你那里还有这种等级的丹药吗？延寿丹是没有了，不过还有一枚同等阶的丹药，叫九炼归元丹，是用来提升修炼速度的。九炼桂圆丹单身300年，早就已经情窦初开，饥渴难耐。这一天突发奇想，亮亮单衣不小心将晾衣杆砸到了7柄延寿丹头上，四目相对，一见钟情。九炼归元丹双颊粉红，美眸蒙着迷离的水雾，红唇轻轻开启，发出了触及灵魂的邀请。官人，上来玩啊！7品延寿丹作为500年的老干部，如何经得起这般考验？听着那魔女般的媚吟，骨头瞬间酥软，旋即吃了几个魂殿长老，发出了接接接的笑声。半晌后，虎躯一震，7品延寿丹大喝一声：“九炼归元丹，可敢与我一战？”于是乎，两丹一拍即合，意乱情迷，干柴烈火，激情满满。半分钟后，由于是首次融合，诞下了9枚9品延寿丹，空气中还残留着500年修为。任凭我想破脑袋，也想不到这长生空间给我来了这么一出。我家金手指会谈恋爱，还会下载，主要是这破描述，这是一个正经金手指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而且为什么叫长生空间啊？呸！这明明就是渣男渣女空间。等等，长生，该不会是一个人的名字吧？不过挺好，没有系统声音的碎碎念，还能提升修为和顿悟，完美。
延寿丹就能延寿100年，这9品延寿丹可是唯有丹帝才能炼出的惊世之宝，能延寿1000年，足以让大能活出第2世。这一枚拿出去，整个云州甚至人族疆域都得为之疯狂。引气境后期，后天境初期，境界先天境初期，神藏境中期，元神境巅峰，距离洞虚境仅1步之遥。真是太像了，万物不及，开挂！天不生我将平安，身到万古如长夜。99%的努力，加上1%的挂，如今的我，终于也勉强算得上少年天骄了。整个云州年轻一代最强不过洞虚境，韩心儿也不过是元神境而已。至于少年至尊，除了那位传奇女帝和中土神州的妖孽，谁能与我争锋？夫君，夫君，你怎么了？婉儿，我没事，而且非常好。对了，婉儿，家族里有没有什么高阶一点的功法？越多越好。既然丹药可以谈恋爱下崽儿，那功法是不是也可以？7品延寿丹能生出9品的崽儿，那至尊级功法岂不是能生出圣人级，甚至准地级、地级功法？夫君，你要功法作甚？等等，夫君，你可以修行了。瞧瞧我这脑子，夫君你现在虽然只是引气境初期，但好歹也算是踏入了修行之门，辅以各种天材地宝，未必不能踏入先天境，延寿100年。先天境，合着在你眼中，我顶多也就混个先天境。等等，他可是至尊境巅峰的大能，竟然看不穿我的真实修为。婉儿，在你眼中，我只是个引气境。是啊，夫君，这已经很好了。修行一世，随缘即可。而且，你以前说过什么王图霸业，天下无敌，春风十里不如睡我。梦中的细节记不清了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在梦里还真是放飞自我啊。不过这也印证了一件事，通过长生空间获得的修为，别人根本看不穿。梦里怎么放纵不管，现实中我可是实打实的主，这阵仗谁受得了？男人必须得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婉儿，你再看看，我是否是引气境？夫君，你竟然是元神境巅峰！哼，小瞧夫君了是吧？婉儿，以后你只负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插花。呸！负责壮丹家族。
必定难偿。我的夫君文武双全，终于不用再担心夫君的寿命问题，可以长长久久地陪伴在他身边了。夫君，你要的功法。这本无名经书是我早年从秘境中偶然得来的，可这么多年来，整个韩家竟无一人能够领悟其中的奥妙。至于其他的这些，都是韩家历代积攒的修炼神通和武技。夫君要这么多功法做什么？还有刚才瞬间消失的丹药。也许这都跟夫君的秘密有关，但他不说，我就不问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可能的满足他的一切。对不起，婉儿，有些事情等我查清楚之后，我一定会原原本本告诉你的。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，相信我，好吗？并非我有意隐瞒，只是长生空间这金手指太过惊世骇俗，怕是有莫大的因果缠身。段月，那些依然朦胧的衣里梦境，还有这长生空间背后，也许存在着一个惊天的秘密。我只有尽快强大起来，才能查清幕后的一切。2颗破丹药，谈个5分钟恋爱都能诞下9品神丹。现在放进去这么多的神通秘法，产出的东西绝对差不了。正当无名经书一脸懵逼的等待客人时，房门被打开，9位高阶经书走了进来。他们都是高阶经书，一个个摇曳生姿。无名姐姐 ，Good evening。快！我尼玛，坏一批！区一个5分钟恋爱仙举，你他妈还挑起来了！这韩家传承的神通秘法，在整个云州好歹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，在你眼里居然成了小卡拉米？这到底是空间限制，还是这破无名青书眼光太高？婉儿，婉儿，你这里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更高级一点的心法秘籍？没有了，剩下的只有我正在修行的功法：素女轮回功、寒霜诀。哦，还有一部玉女剑法，但这都是女子修行法诀，对夫君你没用啊。不，有用，大大的有用。素女轮回功一出现，便被长生空间判定为无名心机，那死寂的心再次澎湃起来。他疯狂的运转功法，这不就是他苦苦寻找的清冷圣洁的对象吗？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姑娘，可否共推牌九啊？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
可否加我一个？当然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于是乎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多晶书融合海天圣仪正式展开。5分钟后，意外融合诞下了一对双胞胎。混元虚无诀6道轮回拳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份大道感悟以及200年修为。混元虚无诀大地级功法集杀伐逃跑隐匿3位一体，端的是杀人越货、居家旅行、风紧扯包的必备功法，历来修炼者均是5星好评。6道轮回拳大地级功法，极尽杀伐之术，对肉身要求极高，一拳可见太奶，2拳逆转乾坤，3拳天地击灭，4拳自我冰戒，善用。这特么8辈子打不着一杆子的2本功法，你跟我说是双胞胎？还有神特么的海天圣言，我越发肯定了，创造这长生空间的人绝对不是个正经人，跟我这种一心一意的纯爱战士，绝对不是一路货色。不过大地级功法呀，在这个大地不出，准地便是绝巅的时代，地级功法就是那些无上圣域和隐世家族的极限。这无名心经到底是什么恐怖的来历？虽然时间是短了点，但这产出也忒给力了。这2部功法听名字就牛气冲天，绝对是地阶功法里最顶尖的货色，赚翻了。一法通，万法通。这附近的大道感悟和200年修为，竟让我直接突破到了洞虚境中期。放在云州年轻一辈里，绝对能排进前10。我大概摸清这长生空间的规律了。丹药类产出偏向修为，功法类偏向大道感悟。那如果是天材地宝或者神兵利器呢？婉儿，你这里还有没有什么天材地宝之类的？等等，我会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大宝贝。夫君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什么大宝贝，坏死了！我又不是没看过，而且一会儿那些子孙后辈们就要来跪拜了，时间上有些来不及的。看过，婉儿曾经见过混元虚无诀和6道轮回拳，这怎么可能？还有什么时间来不及？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我这里还有2份太清玉液，是淬体炼骨的绝佳之物。夫君，你先拿着。杰克，你他妈叫什么长生空间啊？干脆改名叫宜春阁算了。看来这破空间不仅有等阶限制，还有时间次数限制，越往后需要的宝物就越庞大。让我像上辈子上班一样苦哈哈的自己修炼，绝不可能。挂皮必须有挂皮的觉悟，可是怎么才能在短时间内搞到大量宝物呢？去抢不行。我虽然不算什么好人，但也干不出十恶不赦的事。万一碰到硬茬子，小命还得搭进去。夫君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如何尽可能快的获得宝物，越多越好。要不我们成婚吧？800年了，当年夫君因为不能修炼，一直敏感自卑，不愿见人，所以我们从未办过婚礼。我也怕触及他的痛处，一直将这心愿深埋心底。这一次，他会答应吗？对啊，成婚，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还有什么比办一场盛世婚礼更能让人心甘情愿送宝上门的？婉儿可是云州10大家族之一的韩家老祖奶奶，至尊境巅峰强者。她的婚礼，贺礼能寒碜吗？随便挑几件能入长生空间法眼的，那也是血赚。大不了我搞个婚礼大酬宾，拿一颗9品延寿丹做噱头，专门赏给礼金最厚重的人。就不信套不住这群肥狼。就算他们第一次随便糊弄点破铜烂铁也无所谓，就当攒经验了。1回生2回熟嘛，以后多办几次，甚至给全人族、神族、妖族都发请柬，这特么岂不是躺着就能无敌？好，
就这么定了。时间嘛，就定在3个月后。3个月，时间刚刚好。一来需要造势发请柬，二来我儿这么漂亮，这些年肯定有不少老天狗惦记着，这场婚礼绝对不会太平。我得趁这3个月出去避避风头，不对，是去历练一番，自己搞点天才地宝，提升一下修为，以防万一。夫君，他真的同意了。3个月后，我就能名正言顺昭告天下，成为他真正的妻子了。臭小子，你们就盼着我早点死是吧？为了骗我出关，什么瞎话都敢编！还特么跟我说老祖宗诈尸了，从坟头上蹦出来了！我操！当年是老子亲自替那老比道收的尸，钉的棺材板好吗？还有什么小白脸冒充老祖宗猥亵老祖奶奶？我呸！你们当至尊境巅峰长者是摆设吗？你们老糊涂了，我娘也不会糊涂。这就是我那亲儿子，都已经到了垂暮之年，寿命将近了。当初以为只是个梦，对他根本没怎么关心，连韩梅梅这名字都是随口敷衍的，不仅不关心，还动不动就揍他。唉，子不教父之过，这小子现在动不动就揍子孙的毛病，纯粹是遗传了梦里的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现实中明明还是个母胎单身的精神小伙，突然蹦出来这么一堆老态龙钟的子孙，这感觉真特么诡异。我操！见鬼了！这小白脸儿怎么跟那死鬼老爹长得真特么一模一样啊！鬼叫什么？还不快给你爹跪下磕头！自从我半退隐后，这帮兔崽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一点没遗传到夫君的优点。修行资质差也就算了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除了灵儿令是一技不通。现在倒好，连最基本的礼仪都忘了。老二，你视力好，快看看这小白脸到底是不是老祖宗啊！别他妈叫我老二，叫我二祖或者二长老。老八，你他妈再叫一句老二，信不信出去我抽死你？那二长老，您帮忙鉴定一下啊，这可马虎不得，不能毁了老祖奶奶和咱们韩家的清誉呀。看着是有点像，但我不确定啊。我才3岁的时候，爷爷就2腿一蹬嗝屁了，我哪记得清？这事儿还是得问老爹，他完整经历过爷爷年轻的时候，肯定清楚。大祖，您老人家说句话呀！我也有些不确定，长得倒是和爹年轻时一模一样，但就是这气质略微有些不同。啊，你也不确定？您不是完整陪老祖宗走过了几十年吗？老祖宗年轻的时候，您早就该记事了呀！哼，我那时候是懂事了。但是爹从来就没怎么关心过我，他只知道和娘亲待在一起，在屋子里一待就是3天3夜不出来。你们是不知道，那个时候咱们家在城里是出了名的熄灯早。而且咱们家不仅熄灯早，还是出了名的晚上吵，一开灯就是去洗澡。我哪怕稍微抗议一下，换来的就是一顿暴揍。我依稀记得，根本没人给我做饭，我饿极了，偶尔还得去外面捡垃圾吃。你们就想想，凭他给亲儿子和亲孙子起名叫韩梅梅和韩蕾蕾，就知道他这人有多敷衍。我堂堂一个大男人啊，竟然叫梅梅！更过分的是，我才3个月大，他就给我断了奶。这你也太惨了。所以，就算他真的是我爹，我也不想认。你们根本不知道，你们整天供奉的老祖宗其实就是个渣男！啊，此话何解？
爹他是个家暴男。小时候我经常在夜里听到娘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。后来我稍微大了一点，有一次实在气不过，为了保护娘亲，直接冲进了房间。结果呢，迎来的却是爹娘的混合肘打。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，娘亲当年为何要那么死心塌地维护家暴她的爹。大祖，您确定当年老祖奶奶那真的是在哭泣？废话，我当然确定。不对呀，大祖，就算有点小瑕疵，也不影响老祖宗的光辉伟岸啊！老祖宗传颂至今，那些凿壁偷光、闻鸡起舞的感人事迹，不仅影响了我们世世代代，还写进了族谱。难不成都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也就娘亲那种痴情女子，情人眼里出西山，才会把爹包装的那么美好。亲爹什么德行我还不清楚，在我看来，爹就是个老色批。什么凿壁偷光？那是他偷偷在墙上打洞，看隔壁李寡妇洗澡。什么老祖宗3000？那是他偷窥被人家当场抓获，没脸待下去了，才连夜搬家。还有闻鸡起舞，我亲眼所见，爹他大清早爬起来，是急着去万花楼勾餐听曲儿去了。所以我这辈子最反感那种文绉绉，靠着会点诗词歌赋就到处沾花惹草的男人。要命了！世界观崩塌了！我们心目中那个虽然修行资质一般，但道德高尚、光辉伟岸，给子孙后代留下无数宝贵精神遗产的老祖宗，居然全都是老祖奶奶瞎编乱造包装出来的。虽然我不敢100%确认这小白脸是不是我爹，但是你们想，娘亲是何许人也？凭娘亲对爹的那份走火入魔的痴情，爹就算化成灰，他也绝不可能认错。哎，这八成就是我那亲爹了。八成就是你们的老祖宗了！特么的，这老逼灯死了800年，竟然诈尸了！到底是怎么从棺材里爬出来的？大祖真不愧是老祖宗的亲儿子，这可真是父慈子孝啊！可是大祖，老祖宗既然活了过来，为何不第一时间来认亲，反而莫名其妙跑来，差点成了赘婿？要和灵儿凑成一对？呸！当然是精虫上脑呗！这老逼灯肯定是见灵儿年轻貌美，肤白细腰，以他那不要脸的好色劲儿，入个赘算什么？只是他万万没想到，灵儿竟然是他的直系血脉罢了。唉，作孽啊！是啊，幸亏是假的。没成，否则我们韩家，这脸可就彻底丢尽了。那咱们现在到底认不认这个老祖宗？以老祖奶奶的脾气，要是不认，要认你们认，反正我也没几年活头了。老子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宁死不认！狗了800年都没受过伤的大祖，今天终于硬气了一回，够气魄！爹不认，我也不认。将权力交还给夫君。乌压压的一群人，人生真是变幻无常啊！我明明只是来应聘赘婿的，结果摇身一变成了这帮老头的老祖宗。不过直觉告诉我，这帮人确确实实都是我的子孙。地上凉，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早就不想跪这个人渣了。我身为老祖宗，这么多年没见你们，身上也没准备什么大红包之类的，就先拿点丹药充当个见面礼吧。诺，这是9品延寿丹。啥？9品延寿丹？我出现幻听了吗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9品可是只有传说中的丹帝才能炼制出来的绝品神丹。就现在的人族，有没有丹天都不一定。他一个引气境修士，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
好神奇的丹香，只吸了一口，竟然感觉神清气爽，身体似乎都年轻了几对。啊！九转丹纹，我的亲娘嘞！这竟然是货真价实的9品丹药，而且还是其中最难炼制的延寿丹。我的个亲爹呀！爹，亲爹，您仔细瞧瞧，我是您最疼爱的唯一的亲儿子啊！爹，我最亲爱的亲爹呢！我是多么想一直陪在您身边，为您养老送终啊！可惜儿子我资质愚钝，时日无多，您也不想经历黑发人送白发人的悲剧吧，爹！不要脸！活久见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辈。这他妈还是刚才那个大义凛然说老祖宗坏话，发誓宁死不认的大祖吗？大祖不愧是大祖，今天又给我们这群子孙上了深深的一课。什么叫真正的无耻？行了行了，给你，别激动，先撒手。哼，你们懂个屁！哼，这可是能延寿1000年的9品延寿丹。有了这1000年，老子就算资质再平庸，也足够突破元神境，跨入洞虚境了。甚至还有一丝可能摸到至尊境的门槛儿。为了这等造化，认个爷爷算什么？我虽然比老爹年轻几十岁，但以前受过重伤，真算起寿命来，我可能比他走得还早。合着大家团团圆圆，就让我一个人先嗝屁。我的亲爷爷呐！爷爷，您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啊！我是您最疼爱的乖孙蕾蕾呀！这么多年，我想死爷爷了！好了好了，别嚎了。还有，这帮老头子演技简直拙劣到了极点，还特么一个比一个戏精。唉，能怎么办呢？谁让这帮奇葩都是我的种呢？咦，还有，我刚才就是死马当活马医，顺杆爬试一下，没想到这老祖宗还真有存货。老祖宗这到底是端了哪个死鬼丹地的老窝啊？怪不得他死了800多年还能诈尸活过来。都是啊，现在当糖豆吃。皮肤还跟个小白仙似的。9品延寿丹呐！这等神物，谁能不眼红？就算现在用不着，以后也必定是保命的底牌。不过二祖韩雷雷肯定要拿走1颗，剩下的数量明显不够在场所有人分的，这绝对是一场激烈的生存竞争。我最亲爱的老祖宗呐！不孝子孙给您磕头请安啦！老祖宗啊！您一直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信仰啊！您有所不知，每次去祖祠，只要一看到您的灵牌，我都是哭到晕厥过去的呀！老祖宗，您的绝世风采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中，我对您的崇拜简直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！
您就像那长夜中最亮的晨星，每当我寻不到前路的方向，每当我困步于寒夜里，是您指引我前行。特妈的，居然连歌都唱出来了！真想一巴掌把这群没脸没皮的老东西全拍死在墙上。可我都停不下来。罢了，罢了。不管多无耻，终究都是自己的血脉。谁让这帮奇葩都是老子自己的种子？醒醒，老祖宗！